反主妹妹你不得不知道的一些事。为什么她不能和我们一起旅行呢？既然这个剧情已经推到这里了，我们回头看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微妙的巧合。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先来梳理妹妹的时间线，然后来推论一下她为什么不能和我们一起旅行。我们按照游戏的时间线来看呢，第一幕是双子打算离开提瓦特，结果呢被天理的维系者阻止。那这个时间点，坎瑞亚覆灭了，同时这里的妹妹是提瓦特人，被记录在世界树内，属于提瓦特在册公民。而天理因为坎瑞亚一战陷入了沉睡，也很有可能是即将陷入沉睡，所以这一幕是一个本地人带着一个天外来客想要离开提瓦特，被提瓦特的管理者阻止。本地人被带走，天外来客被封印，而且还失去了原本的力量。那么我不禁要问，作为本地人的妹妹被抓住之后会受责罚吗？你看咱们上学的时候，要是翻墙去上网被学校的门卫抓到，那也是要送到教导主任那里挨骂写检讨请家长的。那妹妹就这样放过了吗？因为在此之后，按照世界树的记录，妹妹就开始旅行了。那在被带走和展开旅行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没有见到天理呢？这些都是未解的谜团。接着是500年前妹妹旅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妹妹的旅行目的是什么？一开始我认为肯定是找哥哥，因为你看妹妹在坎瑞亚覆灭的时候，她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去帮一下坎瑞亚，而是第一时间来到哥哥的陨星前唤醒哥哥，然后一起跑路。可以这么说，在当时坎瑞亚对妹妹来说应该一点都不重要，更不要说变成后期那种张口闭口就是打倒天理光复坎瑞亚的这种口号人了。所以我们按照常理去判断的，旅行的初期找哥哥肯定是大于其他任何事情的。然后旅行到了须弥的稻城林之后，遇到了命运之基这个概念，以及戴因的哥哥预言家维瑟弗尼尔以后呢，事情就开始变化了。也许是克洛达尔对他的质疑，也许是见证了卡利贝尔在极度的悲伤中死去，妹妹的心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产生了新的旅行目的，种下了为坎瑞亚复国对抗天理的种子。而随着卡利贝尔的死去，在这个时间节点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事情，就是深渊教团这一方掌握了植入记忆的手段，半成品的命运之基。那么他们会不会用在反主妹妹的身上呢？让妹妹深信不疑，认为自己必须要带领着坎瑞亚，带领着深渊教团去对抗天理呢？我觉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吧。就像珍珠之歌里说的，第一位王储走上了珍珠的追寻之路，但他却被欺骗，忘记了自己的高贵，以为自己是黑暗之国的王。当然了，这些都是猜测嘛。回到剧情中，往后发生在妹妹身上的事儿呢，就是和戴因彻底决裂了，独自完成了旅行，来到了中镜花海。戴因这个角色，他的理念也挺独特的。一方面他是不信任神明的，另一方面呢，他是反对猎杀或者推翻神明的。可见在戴因的视角当中，坎瑞亚被神明覆灭虽然是事实，但根本原因是坎瑞亚人走上了一条邪路，是黑王持续动摇世界的根基，6人组的计划失败，导致灾厄的爆发，而5大罪人又袖手旁观，才让坎瑞亚走向了最终的死局。所以复国一直不是他的理念，而和妹妹一起旅行，我猜可能目的源自于想要复仇。也就是说，戴因和妹妹的决裂是因为妹妹加入了戴因想要复仇的对象成立的组织。那么在这一点上，戴因应该是一个守旧派，是一个维护规则，想在规则内进行复仇的人，而妹妹呢是一个革新派，她是要打破规则的人。那最后妹妹即将抵达中镜花海的这个时间点上，妹妹在世界树上的记录呢被人模糊了。我们咬文嚼字一下，这里用的是模糊而不是消失，说明妹妹在世界树上的记录依然是存在的，但是有人不希望她的行为被检测。那么来到中镜花海的这段经历，是不是在世界树上应该是一个打码的状态？而在中镜花海，他意识到这一切不是偶然，必须要寻找最终的答案。那么到这里，这就是反主妹妹所有的情报。然后呢，让我们展开一些大胆的猜测。首先是谁模糊了妹妹世界树的记录？剧情里呢，哥哥猜测是深渊，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官方，也就是天理这边。理由是，如果深渊在当时那个阶段就可以去操作世界树了，那么他们当时就可以倒反天罡了，何必要折腾命运的织机这个完全体呢？而模糊世界树记录的行为，目的是为了防止妹妹的命运被人窥视。那么整天在窥视别人命运的家伙，不就是人们口中的预言家吗？
而在深渊阵营当中，正好有一位超然于世界的预言家维瑟弗尼尔。可以说，妹妹加入深渊教团这件事儿，她应该也没少出力。那么，妹妹在中镜花海经历的一切，对于提瓦特的人来说就是一个谜了。那么，让我用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来猜一猜。当时呢，哥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一起旅行？然后妹妹的回答是在终点来到了中镜花海，觉得这片花海不是偶然。那这个回答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除了编剧让她当一个谜语人，肯定也存在一些动机。那按照我的行为方式来看，如果我遇到了一个以前我们讨论过很想要的东西的时候，第一时间的想法肯定是我要拿给对方看。如果是小物件，我就带去给他看；如果是大的风景呢，我就带他来看嘛。那怎么会变成我得先和天理战斗，然后才能来看呢？所以存在的可能性就是，如果我不打天理，我就不能带哥哥来看；打天理和带哥哥来看这两件事，它可能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妹妹和哥哥的中间隔着天理，但是天理现在又在沉睡。所以妹妹完全可以和过去一样，带着哥哥离开这个世界嘛。然而她没有这么做。换言之，阻隔在他们之间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提瓦特这个世界的法则。因为妹妹在当下，她还是提瓦特人。无论当初是谁用什么方式把妹妹的命运写入了世界树，至少到目前为止，妹妹还是提瓦特记录在册的公民嘛，受到提瓦特这个世界法则之力的约束嘛。也就是说，如果提瓦特是轮回的，那么妹妹也会跟着轮回。记得 3.8 瓶子王国吗？提瓦特也是天理用蛋壳隔绝世界创造出来的。那么受到提瓦特法则约束的人能够离开提瓦特吗？我觉得显然也不能。所以当下作为提瓦特人的妹妹，她是不是就有理由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结局，然后让自己离开这个轮回呢？而为了改变这个法则，要做的是不是就推翻天理，或者说取得和天理一样的位格，接替天理呢？到这里呢，就是我的第一部分猜想。然后让我们脑洞再大一些，你说妹妹她有没有可能是天理安插在深渊教团里的一个倒钩呢？比如说，当妹妹来到中镜花海的时候，被中镜花海这个意象点醒，发现了之前被命运之击投射记忆的谎言，也清楚了自己旅行的意义，然后反过来再利用深渊教团达成自己的目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在最后终局的时候，妹妹一个跳反，和哥哥并肩作战，那不是喜闻乐见吗？当然了，这些就都属于脑洞，毕竟玩家嘛，只要随便猜猜，编剧要考虑的就很多了。好的，我是提瓦特弟弟，我们下期再见。